各位好，自從今年5月份Notion 宣布針對個人開放免費使用以後呢，Notion 獲得了很多人的注目但是在這個中間呢，其實有另外一個網站它稱作 Roam Research， 它使用了一個網絡式的一個構思把所有的個別的筆記呢，可以串聯成一個網絡的形式來呈現，然後呢，從而展現出真正筆記的一個擴充性的一個思考的方法獲得了很多人的注目。那這個 Roam Research 呢，後來有宣布說他要做一個收費的處理但是還是很多人希望能夠來直接使用這個 Roam Research 的這個功能。那但是呢，我後來有發現了另外一個工具它稱作 Obsidian 這個筆記工具它是把自己定位成是一個 Markdown 的編輯器跟個人知識庫的一個管理工具那它的 slogan 就稱作說是你永遠的第二大腦。那這個其實跟我們這些筆記軟體Evernote 啦 Notion 啦的定位其實是很類似，但是它的最大的差異呢，就是它其實它的背景的核心其實是跟 Roam Research 一樣也就是網絡式的筆記。那跟 Roam Research 比起來呢，Obsidian 呢，它是可以給個人免費使用的在它的這個定價的方案裡面如果你是個人使用的話呢，你是可以永久免費來使用它的。那如果你想要支持它的話呢，它另外有2個方案呢可以來支持，而且它也是這個前面這一個25元這個呢是一次性的一個支出了那這個 Obsidian 呢，它到底有什麼強的功能呢？我們在今天的影片裡面呢，就大概很簡單的先做一個基本的介紹。那在以後的影片我們再來針對它裡面建立筆記的方法，還有網絡中間到底是怎麼串聯的再來做詳細的一個介紹。好，現在大家熒幕上看到呢，就是 Obsidian 這個筆記工具它的整個操作的界面左邊就是有資料夾這些選項，最左側就是一些功能的按钮然後呢，最右邊當然就是它展示的畫面那它的編輯呢，我們也可以直接按 Ctrl 跟 Click 它可以切成左右兩邊那目前這個右邊這一邊呢，就是輸入的內容，然後左邊呢就是預示的內容好，那我們今天主要就是先介紹一下這個 Obsidian 就是中文的黑曜石這個工具它到底要怎麼安裝，然後它的要達成什麼樣的功能然後同時再簡單的介紹一下它的這個背景的核心這個Zettelkasten 這個筆記系統到底是什麼東西好，那這個 Obsidian 它其實是定位成是一個 Markdown 的編輯器所以我們裡面在做筆記的時候呢，所有書寫的格式呢是使用 Markdown 的格式那這個是很多人都很習慣使用的一個標記的語言了然後它另外呢也是一個知識庫的一個管理的工具那主要有這樣子的工具的產生是因為我們下面這邊引用了來自史蒂芬平克這一個人他寫的一段話那這個是從對岸的一個教授的網站裡面摘錄出來的他說寫作之難在於把網狀的思考用樹狀的語法結構轉換成線性的字串，也就是說我們平常的這一些想法或者是做的筆記呢，其實是個別獨立成一個類似卡片的形式，然後呢我們在寫作的時候呢，就要把這一些不同的想法呢把它組織成是一個循序性的文章，然后最後再呈現出來那這個Obsidian 這個工具呢，它就透過類似用 Zettelkasten 這樣子的筆記系統呢，能夠很方便的讓我們來建立我們個人的知識的筆記，然後呢方便我們將來日後需要的時候的寫作的組織好，那下面我們先來介紹一下Obsidian 它到底有哪一些特点首先就是我們剛剛講過的它是用 Markdown 的格式，然後呢是纯文字檔的
方法來組成的哈。那它的檔案呢跟 Notion 不一樣哈，它是完全儲存在你的自己的電腦裡面的哈。因此將來即使 Obsidian 這套軟體不再維護、不再開發了哈，那但是呢，我們所有的筆記的內容呢，還是在我們個人的電腦裡面，而且它是純文字檔的哈。我們可以用任何的文字編輯程式呢，都可以來讀取它。然後它提供了類似像 Wiki 互相參考、連結這樣的用法哈。因此呢，我們不同的筆記中間呢，這樣子互相的引用呢，就可以變得非常的容易。那因此呢，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筆記呢形成是網絡的形式哦。所以它非常適用於在做筆記啦，或是要做一些學術研究啦，或者是要收集資料等等這樣的場合。那 Obsidian 哦，它其實並不限制說我們一定要用這個所謂的這個 Zettelkasten 哦，卡片式的一個筆記系統，它可以使用你需要的自己個人的任何種形式來建立你自己的筆記的知識庫哈，所以它不是一定要用某一種的格式哈，因此可以說它是非常有彈性的哈。但是它的主要的重點其實就是在於它整合了 Zettelkasten 這個筆記系統，好，然後呢，假如說你以前已經有了在這個 Roam Research 這一個網站呢，也建立了一些筆記的話呢，它也提供了匯入的功能，因此你可以把 Roam Research 裡面的一些內容呢，完整的匯入到它的系統裡面來。然後第六點可能是學生比較算是福音了哈，就是我們個人呢其實是可以免費來使用的哈。好，那接着我們就來看看怎麼樣下載哈。其實 Obsidian 因為它是Electron 的程式啊哈，所以我們其實是在 Windows、macOS 或 Linux 呢都可以直接下載來使用。那它總共有3個版本哈，目前只有這3個版本，它沒有行動設備的一個版本哈，這個將來也許它會再推出吧哈，因為它其實是 Electron 嘛哈，所以理論上要推出移動的瀏覽器的版本應該是很快才對。好，那目前我們就是可以從它網站上面，它这個網站上面呢的這個連結就可以直接下載相對應的檔案出來哈，然後它的安裝呢也是非常簡單哈，就直接下一步就可以把它給安裝起來了哈。那可惜它目前沒有可惜式的一個安裝的版本哈，所以它安裝完以後呢是放在我們的 AppData 裡面哈，然後執行檔呢是放在 Local 這個資料夾裡面，那設定檔呢是會在這個 Roaming 這個資料夾裡面哈。好，那我們在第一次安裝完啟動完以後哈。其實最簡單熟悉它的方法哈，就是我們開起來可能會是類似這樣的一個畫面了哈。然後最簡單的方法哈，其實你就是在這個左邊這邊呢找到這個 Start Here 哈，你只要點擊了 Start Here 以後呢，然後呢你仔細看一下它裡面的內容，再研究一下，其實大概你就可以對它到底在做什麼事情呢，就會有一個比較簡略的了解哦。那它一進來呢，會是在編輯狀態下面哈。那我們可以把游標呢移到這個左上角這一個符號這邊呢，按下 Control， 或是你 Mac 的話呢是按下 Command 哈，然後 click 一下，它就會開出右邊這個呢就是預示的畫面，也就是網頁的內容哈，是在右邊。那左邊這邊呢就是編輯的內容哈。所以我們基本上一開始呢就是大致把它這個 help 呢都完整的看過一遍，就可以比較了解它到底要怎麼操作，它到底提供了哪一些功能，然後我們的雙向連結到底應該怎麼使用，就可以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好，那它這個核心這個 Zettelkasten 是什麼東西其實它在這邊它的第3個按鈕就是稱作 Graph View 我們可以簡單來看一下你可以看到這個是目前所有 Obsidian Help 裡面這一些文件所形成的一個網絡的一個網路圖那透過這個網路圖，我們就可以看到呢每一個節點它互相連接的樣子是什麼這每一個節點其實就是一個筆記的檔案然後呢，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子呢，就可以把很多個不同的筆記呢，整個都串聯在一起了
那這個就是它雙向連接的一個很強的地方哦，所以就是把我們個別的筆記呢，就形成了像蛛絲網般的一個網絡的一個系統。好，那後面我們再簡單的講一下哦，這個 Zettelkasten 是什麼東西哦 ？Zettelkasten 哦，它是20世紀的一個德國人哦，叫做尼古拉斯·盧曼，他發明的一個筆記系統。那它的核心哦，其實就是Rome Research 這個網站哦，跟我們目前在用的這個 Obsidian 哦，它的核心思想哦，其實就是這個 Zettelkasten 這個筆記系統。那有興趣的朋友哦，可以從我下面提供的這幾個連結哦，再去做一個細部的一個參考。好，那我們今天這一支影片主要就是先介紹一下這個 Obsidian 是什麼東西，然後呢，它可以達到什麼樣的功能，它到底是不是可以比 Evernote 或者是 Notion 呢，能夠給我們在筆記的記錄上面呢，能夠做到更多的功能。然後呢，我們也講到要怎麼去安裝，然後還有它的一些設定，好，那它的設定當然就在最左下角了，那其他的基本的操作呢，或者還有它的內容要怎麼去建立呢，我們就在以後的影片裡面再來做介紹。好，那我們今天就簡單的介紹了 Obsidian 跟這個 Zettelkasten 到這個地方，謝謝各位。